其有闲工夫在这里盯着一部电影如临大敌，去焦虑那虚无缥缈的统战渗透，不如把心思多放在眼前那日渐更迭的街头巷尾，看看那被舆论刻意屏蔽的所谓硬加坡的转型现实吧。国家都快没了，却还在矫情一张阿妈的情书呢。西方好莱坞大片横扫全球的时候，谁说那是美式认知战呢？那时候大家都说是普世价值，是人类共情的精神产品。那么轮到中国输出了一部讲阿妈的电影，怎么它就成了政治攻心了呢？只要你看得感动了，那你就是被统战；如果你看哭了，那就是统战成功；如果你看完觉得挺好，那你就是潜在的统战目标。照这个逻辑，靠电影感动世界的好莱坞，岂不是全球最大统战部了？古人云心中有佛，所见皆佛；心中有屎，所见皆屎。这句话放在舆论场叫做投射效应。就在6月14号，新加坡联合早报的当家名记韩咏梅写了一篇大文章，标题叫《后真相时代看给阿妈的情书》。文章读起来那个委屈字里行间仿佛在说，我也想看电影，但我不仅看到了阿妈，我还看到了统战，看到了认知战，看到了铺天盖地的 cheap fix 朝我砸过来。一部16亿票房的潮汕土味电影，怎么就成了新加坡舆论场的大杀器？怎么就能让那些平时标榜理性、客观、中立的精英们集体进入战时戒备状态，甚至搬出了开源情报 OSINT 来查电影的底细？今天我就不跟你们聊什么宏大叙事，咱们来聊聊这份统战焦虑背后那些不能说但大家都懂的逻辑底库。这出戏比电影本身可精彩多了。我是白方大赵，欢迎来到老友记。一部成本只有1400万，95%都是潮州话，全员素人出演的《给阿妈的情书》，竟然硬生生把新加坡一些评论界整出了认知战 PTSD。电影上映1个月都过去了，观众都哭完了，票房16个亿了，月下煮茶都快成家庭聚会 BGM。结果呢，联合早报还在研究这是不是统战。很多网友看完都懵。以前只听说过孙子兵法，现在倒好，阿妈兵法横空出世。一封情书竟然被研究出了36计的味道。有人说电影有口号是宣传，电影没口号是高级宣传，没人看是失败，16亿票房是影响力太大。观众不哭吧，没效果；观众哭了吧，说明情感渗透成功。好家伙，按照这个逻辑推演下去，以后包粽子是统战，喝功夫茶是统战，唱月下煮茶是统战，想阿妈也是统战，说潮州话是统战，回老家扫墓说不定都能研究出个孙子兵法清明篇。真应了那句话，当你拿着锤子看世界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会变成钉子。更有意思的是，电影导演蓝洪春可能做梦都没想到自己拍的是给阿妈的情书，结果有些人看着看着硬生生看成了给统战部的工作汇报。庄子有云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阿妈，又安知阿妈之泪。有时候人之所以被感动，不是因为谁在部署，而是因为亲情从来不需要部署，乡愁也从来不需要审核。阿妈不会搞认知战，但阿妈会问吃饱了没。这一句话可能比世界上任何高深的理论都更容易让人破防。正所谓草木皆兵，未见敌而先惊；杯弓蛇影者，无蛇亦自乱。1个月过去了，给阿妈的情书依旧让无数华人想起了自己的阿妈，而有些人还在努力证明，不是文章写砸了，而是全世界都被大旗给包围了。说回阿妈，潮州话、功夫茶、南洋华人历史、家族记忆，这些东西本来就存在，没有人组织，没有人部署，没有人下指标，但他们就是能够让马来西亚华人、新加坡华人、潮汕人，甚至许多北方人一起破防。于是问题就来了，如果没有人组织，没有人策划，没有人部署，那为什么大家会一起感动？答案可能非常简单，因为人类天然会被亲情打动，因为乡愁不需要审批，因为文化认同本身就会跨越国界。但对于某些长期习惯从国家安全、意识形态角度理解世界的人来说，这种自发产生的情感反而比政治宣传更令人不安。因为宣传可以破防，组织可以查，资金可以追踪，账户可以封禁，可是乡愁怎么查？眼泪怎么分？阿妈
怎么屏蔽呢？话说回来，沈泽伟女士在北京看完了给阿妈的情书，大手一挥，定性为统战工作最高境界。我的发，咱们给这位高知鼓个掌。在他们的词典里，统战2个字那是比薛定谔的猫还神秘的存在。只要你看得感动了，那你就是被统战；如果你看哭了，那就是统战成功；如果你看完觉得挺好，那你就是潜在的统战目标。照这个逻辑靠电影感动世界的好莱坞，岂不是全球最大的统战部了？这让我想起韩非子里一则故事，有人丢了斧头，怀疑是邻居的小孩偷的，于是看那小孩走路都像偷斧子的，说话也像偷斧子，怎么看都像偷斧子。直到后来他自己在家里找到了自家的斧头，再看人家那小孩的时候，怎么看怎么都不像小偷了。现在的联合早报某些评论员就是拿着这把统战斧头满世界找人看。他们不仅怀疑电影，甚至还有反向推理。这电影没标语没口号，他们更可怕。这就是最高级的渗透。你说这逻辑是不是让人笑掉大牙？这不就是妥妥的被害妄想症吗？他们把一部关于乡土、关于祖辈、关于潮汕方言的独立电影硬生生架在火上烤，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内心的安全感比那种纸糊的屏风还薄。那么这出戏为什么能让联合早报整整破防了1个月呢？从5月21号发文到6月14号还在哭诉，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这就是我们要拆解的刁钻视角。这种所谓的统战恐慌本质上是新加坡精英叙事在后真相时代的身份阵痛。新加坡一直致力于打造一种超越原乡的国族认同，这当然没错国家治理肯定要强调公民优先，但是华人社会那种骨子里对祖源、对语言、乡情的亲近感，就像野草，春风吹又生。有网友说真正的自信是不怕人民对历史根源保有感情的。当一部中国电影用那种最原始、最真诚的方式唤醒了新加坡华人的集体记忆时，那些习惯了管理社会的精英们就慌了。他们害怕的不是电影，他们害怕的是如果新加坡华人能够跨越国界，在文化情感上与中国产生共鸣，那么这套辛苦建立的去华人化叙事会不会出现裂缝？他们不敢直接说我们不希望你们跟中国走得太近，因为这话太难听，也太不政治正确。于是他们发明了一个更高级的词汇——认知战，把一切文化共鸣一律打包贴上境外影响力行动的标签。这样一来，他们就站在了维护国家安全的制高点上，可以心安理得地围殴任何胆敢说这电影好看的人。韩咏梅老师在文章里用了 “deepfake” 这个词儿，说网上有 AI 生成的视频在搞煽动对立，还用了 OSINT 调查数据。我不否认网上可能有乱七八糟的声音，但把这种混乱归咎于电影，这锅是不是扣的有点太重了？这就好比说，因为有人在路上看到路标后吵架，所以那个路标就是认知战的道具。其实这背后隐藏着一种更深层的话语权不对称。咱们回顾一下历史西方好莱坞大片横扫全球的时候，谁说那是美式认知战？那时候大家都说是普世价值，是人类共情的精神产品。那么轮到中国输出了一部讲阿妈的电影，怎么它就成了政治攻心了呢？这就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中国文化作品一旦感动人，就是图谋不轨；中国文化作品一旦挣钱，就是统战资金。这种鲜艳的怀疑框架本身就是一种极度的傲慢。所以面对这场闹剧，咱们普通人又当如何？第一，要有文化自信的定力。老祖宗留下一句话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国家的认同感不是靠禁锢文化、拒绝情感来维持，而是靠包容、靠自信。如果连阿妈的情书都容不下，那说明这个社会的根基本身就摇摇欲坠。第二，要识破政治标签的魔术。下次再看到那种把什么都扯到政治、统战、认知战的评论，你就直接问他：证据呢？逻辑呢？不要被那些高大上的术语给吓住。他们是在用复杂的名词掩盖自己匮乏的逻辑。第三，我们要回归人性的温柔，正如给阿妈的情书里那份迟来的爱。有一些东西是不分国界、不分政治阵营，感动就是感动，这是人性，不是政治。如果你因为害怕被统战，连看电影带来的感动都拒绝承认，那才是真正活成了一个政治机器。
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公民。说到这儿，这场关于统战的荒诞戏码，我看到的不是文化的入侵，而是一个阶层对自己身份边界的某种近乎病态的谄媚，不过是一场精致又荒诞的文化杯弓蛇影，身份草木皆兵。当评论员们带着显微镜去审视一封给阿妈的信，去剖析一句潮州话的政治隐喻时，我真想递给他们一面镜子。与其有闲工夫在这里盯着一部电影如临大敌，去焦虑那虚无缥缈的统战渗透，不如把心思多放在眼前那日渐更迭的街头巷尾，看看那被舆论刻意屏蔽的所谓硬加坡的转型现实吧。国家都快没了，却还在矫情一张阿妈的情书呢。对内不敢正视本土多元族群的真实格局，对外呢不敢接纳华语文化的天然共情。毕竟当整个国家都在焦虑一个遥远的假想敌时，或许最该警惕的正是那种对自身主场失落的视而不见。这一场关于谁被统战的闹剧终究会随着电影的下线而落幕。但那种为了政治正确而自我阉割文化根脉的焦虑，却像是一场挥之不去的阴影。请记住无论世界如何变迁，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阿妈的豆浆还是那个味道，故乡的月亮依旧照亮归途。别让那些躲在后真相时代里的政客用政治的冰冷去冻结了你心里那份最朴素的温暖。因为当一个国家连乡愁都装不下，连亲情都视为敌意，那它距离真正的国家安全恐怕还有108000里。我是不爱放大招，点赞关注，下期再见。